早上6点，增城东区市场内的包子店就要开始准备蒸包子了。在衍生成饮茶文化前，茶点不过是人们早起劳作的果腹之物，以粗粮为主。叉烧包、鸡球包出身并不金贵，老广们把它们称为大包，既可当主食扛饿，又有点心消闲的滋味，至今是早餐中的主角儿。要2个是吗？好，要燕麦的还是要白的？给我们2个。白馒头啊，3馒。小店里忙碌的背后，是24小时不间断制作的工厂，源源不断地为这些早餐店提供各式新鲜包点。经营这间包子厂的林伟贤，同样对广式大包热忱不改。每日都要做到咧，就係20萬，有時咧就突破到30萬隻。而我哋做出嚟嘅咧係即做，今晚做完之後，第日早上咧就即刻咧就係燒去整個珠江三角洲。对广式大包的喜爱，还得从10年前说起。原本做餐饮生意的广州本地人林伟贤，总想念小时候吃过的叉烧包，于是便开起了包子店，专卖叉烧包。没想到手工制作的包子很受街坊喜欢，10平米的小店常常排起长龙，每天最多能卖出6000个。而最吸引顾客的是叉烧馅儿里藏着的老广味儿。去皮的新鲜猪颈肉肥瘦相间，煮了不柴不腻，嫩中带脆，是制作叉烧包最好的馅料。清洗后切成大块，放入滚水中煮开，捞起沥干，炸上一遍，前期准备工作才算完成。为了让口感更接近老广们记忆中叉烧包的味道，叉烧的烹制也是大锅炒制。猪颈肉入锅后，加入酒、生抽、糖和秘制的酱料炒熟，不加1滴水，这样才能使酱汁浓郁，完全将猪肉包裹。一锅25斤猪肉，反复翻炒，考验师傅们的臂力。一块叉烧的美味与否，从猪肉的选择、酱料的秘制到火候的把控，每个细节都十分的重要。咁嗰啲市民一試啦，哇！隻包個皮咁鬆軟嘅，再食到啲餡咧，哇！呢種咧就傳統嘅口味喎。做好的叉烧色泽暗红，肥瘦适中，用机器打成均匀的肉碎，便可以用来制作包点了。10年间，机械化慢慢替代了传统手工，而这里的叉烧包依然坚持手工制作。从揉面、分块、制成面皮，每一步都離不開師傅們的雙手。人工係經過咧就反反覆覆用啲係陰力去完成佢個工藝流程。你搣開隻包，手工做出嚟，佢係好細膩。2兩面皮，6錢叉燒餡料，一個個叉燒包在師傅們的手中成型了。80個師傅，每天要完成10萬個包子的製作。做好的包子經過發酵，就可以入蒸籠了。為了保證叉燒包開花，溫度和時間的把控十分重要。經過高溫蒸製，包子裡的面筋、氣孔、紋路達到最佳的效果，可以膨脹到12公分。比起茶樓裡的叉燒包，至少要大2到3倍。出鍋的包子外皮雪白，包面含笑，
而不露馅儿。轻轻掰开，微微上芡的叉烧馅儿，软嫩饱满，油润而不腻。每个月，包子厂都要消耗大量的面粉。潮湿多雨的廣東並不適合小麥生長，原料大多來自北方或者是進口。七哥，睇下啲小麥啦，嗰個係美遠白麥，質量非常之好嘅，都係達到我哋個要求啦。小麥咧就係有季節性嘅，夏天如果國內嘅小麥咧就係比較係適合。如果呢個季節過咗之後咧，我哋就會採用進口小麥。睇下啲粉嚇，嗰啲粉。做餐飲出身的林偉賢知道，原料對品質的決定作用，總會定期到麵粉廠採購。呢啲全部都係同我哋生產。經過脫殼打磨，這些小麥將成為製作包點的材料。和北方的大包不同，廣東的包子使用的是精麵粉。麵粉選用，林偉賢有自己的標準。因為一粒麵粉咧，就佢分好多個組織。咁而家我哋採呢隻麵粉咧，就係要攞一個粉心，佢嘅麵粉味同埋佢嘅筋度係最適合做我哋嘅一包嘅。買回來的這些麵粉將會經過師傅們的巧手，成為一個個我們熟悉的包點。這些年，除了最有名氣的叉燒包，不斷研發改進的流沙包、燕麥包、核桃包、紫薯包、紅糖包等50多個品種，也豐富了江南第一包的麵點食譜。好啦，呢啲係今日新嘅品種，新研發嘅柳葉包。柳葉包係自己做出嚟嘅，一定要試啊！而林偉賢也沒有停止對產品的研發，老產品的抽樣和新產品的試吃成了每天的必修課。係啊，佢有可能啊，開心人啊做開心包係嘛？在林偉賢看來，做包子沒有秘訣，遵循傳統，一張一弛，一板一眼，一心一意，成就街坊追尋的一道美味。和內地不同，沒有綿延的土地，面對大自然的嚴酷，在大海覓食的老廣們只能把主食的主意打在魚的身上。凌晨2點，饒平景州鎮的水產批發市場燈火通明，漁民的一天從這裡開始。真啊？今朝有咩會啊？kim chiêu ăn cua à, mấy cái uli nó sao?咩啊？ Kim chiêu ăn cua ngâm. 那仔撈啊？我有，但係都另外咗。和其他前來交易的人一樣，林玉華要趁早到水產市場買魚，才能挑到第一手的優質海鮮。點知係紅膏有大杯？古蠔有間水缸仔啊。點解媽做差大杯？幾個？抓魚飯的話，常用的那個魚種的話，有那個巴郎、花鮮、秋刀，這些的話就是比較常用的那個魚種。黃強，還有那個紅口，這些的話就是比較貴一點的魚。林玉華所說的魚飯，到底是怎樣特殊的美食呢？魚飯製作雖然簡單，但前期工序卻全都是手工活。清洗是關鍵的一環。我們都是用那個海水來進行一個清洗，還有一個醃製的過程。海水的話，因為它是含有一定的鹽度，這樣子的話，那個魚身等一下煮完了以後，它會更加硬身一點。傳統的魚飯製作不用開肚去鰓，洗淨後，另一個關鍵步驟就是將魚擺放到刷洗乾淨的竹籃裡。那個頭朝下40度角，圍成一朵花一樣。中間的話，它留一定的那個空間，它是為了煮的過程比較難煮，能把這個魚煮熟。擺盤撒鹽，每天同樣的動作要重複幾百次。2015年，在外打工的林玉華回家，跟着有30多年賣魚經驗的父親學習製作魚飯，
把一个小作坊做成了大鱼行。鱼贩的种类已经不局限于传统便宜的花鲜鱼、巴浪鱼、菇鱼，还多了黄角鬣、那哥、青鲈等10多个品种。林玉华煮鱼，除了海盐水，还有一味秘方。这个海水的话是直接那种大船，然后出到沿海去把这个海水拉回来的。因为以前传统的鱼贩都是直接在船上直接用海水煮的。煮鱼的水准备就绪，腌制了20分钟的鱼也准备下锅了。为什么要加这个筛子呢？就是防止这个鱼在蒸煮的这个过程中，它浮动或者说变形。包括我们最上面的要加那个重物，也是为了在蒸煮的过程保持它的美观。无需任何调料，要的就是淡淡的鱼腥气和海水的咸味儿。等待猛火煮上15分钟便可出锅。古书中将蛋明称为不食利者。在没有冷冻保鲜技术的旧时，出海几日不归的渔民，为了保存食材，就地取材，在船上架起铁锅，取海水将鱼煮熟，回航就可以售卖。煮熟的鱼用热水淋在鱼面上，去除泡沫，让篮子里的鱼汤流出，晾凉后，一份完美的鱼饭才算大功告成。外乡人第一次吃鱼饭，都会惊讶：鱼饭为何只见鱼不见饭呢？鱼饭是没有饭的，说我们这个鱼饭蒸煮出来以后比较鲜甜，可以当成那个饭吃。新鲜质优的鱼饭，外表鱼色富有光泽，鱼身坚挺硬直，干香不输米饭，营养堪比主食。鱼饭绝非浪得虚名。制作好鱼饭，林玉华要趁新鲜送到揭阳售卖。30多个品种，400多筐鱼，这是林玉华一天的销量。我来叫了，在，但係我哋點呀？你一老烏啊！每天只要是林玉华的鱼饭，总能在1个小时内被抢购一空。这些鱼饭，明天将出现在潮汕人的餐桌上。而忙碌了一天的林玉华，总算可以回家吃饭了。小 BB 啊，我食了。小 BB，好嘞，来食了，回去啊，食了。吃。鱼饭的标配便是一碟普宁豆瓣酱，用简单的方法唤醒惊艳的滋味。像煮饭一样煮鱼，像吃饭一样吃鱼，变为鱼饭。这种在大海里诞生的蛋明主食，本是无奈之举，却成就潮汕人难以割舍的滋味。桑吉鱼塘遍地的顺德，鱼是顺德菜的主打。以精细刁钻为精髓的顺德菜里，几乎每个餐厅都会有几道拿手鱼类菜品。在顺德经营着一间私房菜的秦雨琪，就是一位擅长制鱼的高手。为了取得优质的食材，秦雨琪在离店不远的地方租了几亩地作为实验，开办了小农场，魚自己養，豬自己餵。呢度都係鯇魚、大頭魚。我哋而家就餵啲青菜，等佢保持到佢魚嘅活力，但係就唔會話會長脂肪。主要分布在珠江水系的鲮魚，是老廣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家魚。普通的魚
需要刀工加持才能登堂入室。第8刀，抽起條。起刀十分讲究技巧，能像秦雨琪这样完整剥出一整张魚皮，至少得經過3年的練習。準備一條魚嘅出咗嚟，傷肯定有㗎啦，就淥親啊、燙傷、戒傷啊、切傷都有嘅。上條魚皮冇穿過，先可以成功嘅魚皮。咁然之後咧，你一定要懂得釣魚嘅扣。傳統的順德老菜，貌似家常，但全部都是易學難精。切薄啲咧，咁剁嘅時候短啲，但係切厚啲咧會有骨樹啊。擅長料理魚的秦雨琪，可以將一條魚演變出多種菜式。著名的君安魚餅，需要將魚肉剁碎後反覆揉打，直到打出筋道來。這時的魚肉富有粘性，看似軟嫩的魚肉，煎出來的魚餅卻有了爽脆的口感。最令人拍案叫絕的豉汁蒸鯪魚鼻，只取魚頭中最嫩滑的魚嘴，用豉汁蒸出醬香，各中細微差別，精明的本地食客總能辨出高下。秦雨琪也在傳統順德菜的基礎上，不斷加入自己的想法。魚骨熬製的高湯煮粥，只取細膩的粥水，加入剔除魚刺的魚肉、瑤柱絲、絲瓜等11種配料，用粥水煮的拆魚羹，就是秦雨琪自創的拿手菜。食物是入口之物，秦雨琪很在意街坊的評價，一直堅持自己調味，把一條魚變成一個味道的世界。這是南粵水鄉浸潤出的獨特技藝，也是順德菜的脈絡主線。主食無論米麵都不會有唯一形態。地處山區的梅州大部，各種用大米製作的小吃聞名遐邇。在客家人口中，這種米製品稱為板。今天，林江華尋找的是一種客家地區普遍食用的植物——艾葉。春天種油菜，夏天收稻谷，還有地頭的野生艾葉。位於大東鎮的這片有600多年歷史的梯田，在自然的滋養下，總能為當地人提供豐富的食材。在比較鮮嫩的拿來做艾板，還有頭一部分呢，就是拿來煲湯，吃了比較活血。採摘回來的艾葉和浸透晾乾的糯米混在一起，在石臼中用木錘搗碎。客家人從中原地區遷徙而來，把北方小麥磨粉的蒸煮文化應用到稻米上，1000多年前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客家板文化。經過反覆捶打，再過篩成粉，艾板的原料就準備好了。逢年過節，家家戶戶製板。林江華從小跟在母親旁邊打下手，如今已經成為家裡製板的主力。我們大埔的小吃有200多種，都是米和糯米連成一塊做的。像板就是差不多相似的，還有做春卷這些呢，就是要靠個人口味搭配配料，好吃不好吃就人家品嘗得出來。到那個材料。哦。
做好的艾板散发着浓浓的艾叶香，具有祛湿、暖胃等功效，是客家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小吃。而祭祀必备的甜板，糯米的配料换成了红糖水。蒸熟后的甜板，用猪油煎至两面微焦，脆韧可口，是本地人的年糕。同样是红糖制作的印子板，因为加入了粘米，制作起来更松软，菱形板模印制出来的形状也有了特殊的寓意。甜板代表着甜甜美美的意思，还有那个印子板呢，就是喜庆和婚庆呢，那个乔迁呢，都有人做那个板。为了照顾父母，林江华选择了留在家乡工作。如今，很多年轻人都走出了大山，会制作本地小吃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除了米板，本地人制作小吃也善于利用山里的食材。刮去肠粉的猪小肠，清洗干净，灌进打好的蛋液，两头用绳子绑住，放在锅里煮熟，便是本镇独有的小吃灌春卷。这个水不要太开，放下去，还有不要搞到边上，不然那个肠子会裂开。吃的时候，把春卷切成小段，轻轻划上十字刀，放入汤锅中，加点鱿鱼丝、葱花和胡椒粉，便可以食用了。今天林江华起了个大早，将准备好的贡品和米板装入祭祀专用的竹篓里。一年一度的环福活动，将在有400多年历史的花萼楼外举行。作为广东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围楼，形似花萼，显示了客家人圆满、团结、平均、平等的生活理念，也是林江华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20年前，楼里的村民搬进了新建的楼房，这里变成了祭祀、庆典的公共场所。年初许福，年末还福。还福意为答谢或回报。村民们经过1年的辛劳，迎来了鸡鸭成群、谷满仓、糖鱼肥美、果飘香的富足时光。为了感谢上苍庇佑，10多年来，家家户户置办鸡、鸭、鹅和各种果品，还请来了连演3日3夜大戏的汉剧团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。而在外工作的亲友也会在这一天回家来，共同庆祝。节日的喜庆里，丰盛的餐桌上，来自山间田野的食材，长相普通却健康滋养，是对客家人辛苦1年的奖赏。1日3餐享用着自产的稻米以及米板，安康长寿，铸就本地的长寿之乡。